爸，等雨停了我就回去，我正好多工作一会儿。你放心吧，没事儿，我不打人了。拜拜。别听见。魏先生，魏先生，魏先生，你叫我？魏先生，停电了。这么明显的事实，你不需要刻意叫我下来告诉我。有没有蜡烛或者是应急灯之类的？有，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那能修理吗？从停电时的性状判断，是附近的电网负荷过大，烧毁了变压器。不过我不会修理，我很忙。请你不要打搅我，随便。魏先生，还有什么事啊？你这很冷，麻烦你借我件衣服行吗？我不喜欢别人穿我的衣服。难吃。肉太老，盐太多。我没有邀请你吃。
这才是生滚鱼肉片。干什么？我不认为你能够在不带夜视镜的情况下，绕过地下这些碎玻璃，回到沙发上，尤其是你的身体速度反应那么的不敏捷。谢谢。你会是傅子玉的，相信你已经有了判断。我承认，你做的鱼是比我做的好吃。可是你以前说话太刻薄。晚安。喂，子玉，是我。看从西边出来了，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。家里停电了。小城电网破，停电很稀奇吗？冰箱的鱼，我又不是你家老妈子，想要鱼的话自己买去。终于抢先挂了一回电话，太舒服了。在这个市场上卖鱼，每次都给我选最好的，说我能照顾人家的生意呢。
这是我大女儿简瑶，王叔叔好。哎，好好好，这瑶瑶都长这么大了，你这抽了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哎，过来，快别玩了。大姐，这是我儿子小金，刚从乡下过来，他叫大婶子跟大姐姐。沈老，姐好。你这大家好的出息。这一天呀，就知道玩，不好好学习。喂，傅先生。哎呦，都那么熟了，还客气干什么呀？教子瑜行了。有事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下了山道之后，转盘往北，在1号桥头边上有一个5星水产市场，你知道吗？傅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在5星市场？哎呀，都说了，你管我叫子玉。你在5星市场？是啊。太好了，哎，是这样的啊，禁言呢，素菜不说，荤菜特别挑嘴。只爱吃一鱼，正好也是我这边没有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今天过去工作的时候给国庆用带一条。嘿嘿，一条不够，他一顿饭自己就能吃一条2斤多的，你得一箱一箱的吧。好吧。来，放心吧啊。王叔，咱们家店能送货吗？送哪儿啊？半山国家别墅。你朋友吗？啊。那没问题。朝南到转门路口就上山了是吧？回头我让这小子去，天天送都行。谢谢。喂，鱼还是吃新鲜的好。我订好了一家店，隔天送1次，每次送2条，行吗？太好了。有你照顾禁言，我是放心，谢谢你啊。喂，傅先生。收到礼物了吗？我看到了，为什么要送我这个？这都是禁言的意思，他托我买这个东西送给你，谢谢你的鱼，他最喜欢吃鱼了，没别的意思。可是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这鱼竿得2、3万呢，我不能收。他自己已经有1根了，我又不钓鱼，你要是把它还给我的话，这个竿子就真没用了。我钓鱼只是举手之劳。要还的话，你就还给他吧，我管不了。不过以他的性格，没有了东西他一定会把它扔到门外去的。我估计你明天早上就会在门口的垃圾桶里看到这根可怜的红布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老王。哎呦，大姐来了。啊，忙着呢。今天看给来一条鱼吧。好嘞。小金呢？小金啊，去老别墅送鱼去了。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挺好。今天的鲳鱼特别好，就这个，给你留这个。老王，你每次都照顾我。这怎么了？那是自己人嘛。准备好了吗？包你满意。这么有自信，我可是很挑剔的。哎，你最好不要质疑我的专业。6.0排量，12气缸 TFSI Twin Turbo，750匹马力，1000牛米扭矩，100公里加速只需要4.6秒。撒！
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，8活塞刹车卡钳，全车防弹，全世界仅此一辆。性感。还有更性感的，上车。这个家伙的名字叫 Andy， 你叫他一下。Andy， 您好，罗先生。高级人工智能系统，只服从你一个人的命令。自动驾驶、卫星网络接入，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要求。喜欢就乐出来嘛，别绷着。老鼠，怎么回事？瑶瑶，你交这啥朋友嘛？我小金不见了。小金怎么会不见呢？小金昨天来这送鱼，之后人就不见了。王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是一个鬼屋，里边还住了一个怪人，不吉利。你就是不信啊？怪人？什么怪人？哎，这事大家都知道啊。这个怪人啊，经常往城里逛，穿这个风衣，戴着口罩。他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大家都说他是神经病。小金一定是被他拐跑的。对，俺子一定是在他这儿出的事儿。你把这个人揪出来问问。你给我出来！走！你们不能就这么闯进来了。再说了，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，你们根本都没弄清楚呢。王叔，你报警了吗？没报。你们千万别自己进去，等我过来。小陈，跟我走。这是专利，我们走。喂，请转告他们离开这里，谢谢。罗先生，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，麻烦你下来跟他们谈一谈。如果每个想要见我的人都能如愿，那我现在已经死了，累死了。你别挂电话。如果你不愿意见他们，请你自己跟他们说，我不会转达。还有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就算你现在不理他们，待会儿警察来了，你还是得见他们。他咋说的？他说，你们要找的就在1楼的房间里，钥匙在书房里。这不能进去看看呀？去。小金！里面出什么事了？杀人分尸了！杀人分尸了！快点！
是人体标本。我翻译的论文里面，大部分都是和人体解剖学相关的。或许这就是他研究的方向。可能是从医院或者大学什么地方借来的。可这些毕竟都是人体标本，不应该随意摆放在民宅里。最近一桩失踪案就发生在山下，小金又是给他送完鱼之后才出的事情，再加上这些，疑点太多了，这不可能是巧合。这位薄先生，必须接受询问。副队，楼梯口上有扇门关着的，我进不去。喂，警察来了，他们想跟你谈谈，只是谈谈。能麻烦你下来一趟吗？我正忙着呢。哎，副队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要不我们先请示一下上头。副队怎么了？局长在来的路上了。局长。你是来帮着他们来找孩子的？对，我接到报案，说这里我知道有人报案，但是搞错了，他怎么可能是罪犯？那你回头再说。李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三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我也三两句话说不清楚。我是听上面的人说才知道他住在这里。你有他电话？打给他。我已经告诉你我正在忙着，为什么要打电话？薄敬言，市局局长想见你。不见。我跟你说。喂，我是，我们见过面。这个薄教授到底是什么人？瑶瑶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的翻译。真够长的。薄敬言没有过马里兰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后，毕业以后他拒绝了马里兰大学留校的邀请，回到中国公安大学担任犯罪心理系副教授。他居然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静养来了。
干嘛？帮我要大神的签名。前2天喊着腰男呢，现在就要签名了，你怎么变那么快啊？那人家不是脑残粉吗？人家不是天天追美剧《犯罪心理》吗？好不容易有一个活的，就在我旁边，你怎么能不好好把握呢？我签名嘛。我不会帮你要签名的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如果我找他签名的话，他会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如果每一个要我签名的人都能如愿，那我的手已经不存在了。什么意思？签断了。好萌啊！好烦哦！好萌的！好烦呐！来，坐，渴不渴？喝点水。你失忆了你？看够了没有？干嘛？薄金岩是不是在追你啊？你疯了你？想什么呢？哎呀，虽然你是挺聪明机灵的，但也不至于绝才惊艳吧？他如果不是要追你，那他看上你哪一点了？指名道姓要当他助手。什么助手？当然是查案的助手喽。是不是案件有英文资料要翻译？去，就是我跟你讲过的那个青少年失踪案，哪来的什么英语？有乡下土话还差不多。那他为什么要找我当助手啊？你走了之后，局长进去跟他聊了半天，我得到的结果就是，罗教授会以专家的身份来协助调查失踪案，但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你当助手。我向他毛遂自荐，你猜他怎么跟我说的？怎么说？感谢你的自荐，可是我不认识你，没兴趣。真的挺像他说的话。我当时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找我呢？我又不是警察。他为什么要找你？那你得去问他了。反正局长的意思是，原则上不赞成市民参与调查。不过，薄教授是公安大学的副教授，他的身份是学者，是顾问。他有助手那是他的事儿，所以愿不愿意，你自个儿考虑。太扯了，我找他问清楚。哎呀，太晚了，明天吧。干嘛？我是说，如果你当上了薄教授的助理，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我要偷师。偷什么师啊？他说过的话，他对案情的理论、观点、分析，以及他的思想精髓，你全都要记下来告诉我。这不算侵权啊，你能知道，我也能知道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我还没有答应当他的助手呢。你会答应的。走吧。雪雪，你知道你轩然哥今天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你的大神让我做他的助手，
我听到这个消息，简直像被雷劈了一样。哎，姐，回来了！你干嘛去了？大神呢？大神？啊？不在了，走了吗？这书房呀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没在家，大神来找你，然后他就去书房等你了，我就去给他买吃的。你看看，你说他喜欢吃哪个？薯条还是棒棒糖？不是还有辣的？这也太帅了吧！那个瞎子说是骷髅妖男，不是他颜值都爆表了，帅的。被雷劈的感觉如何？你怎么到我家来了？当然是来考察你贫乏的小背景了。一个家庭关系极为和睦的大学生，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家，也不但不在家里面休息，反而到一个闲置多年的老房子打工。是否你的内心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开朗？不仅仅是年幼丧父，你的其他家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你很大的亲情诉求。你的个性并不偏执，也不脆弱。是否你的童年遭受过了更大的伤害？不过与我新的发现相比，这个问题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你竟然看这种毫无逻辑、毫无科学根据的小说啊？上面还做了大量的批注。这是言情小说，需要什么逻辑啊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若有一人爱我如初，谁让你翻我的书看的？外面那位小姐说，这房间里的书我可以随便看。你为什么让我做助手？显而易见，非你不可。譬如，我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搅，我需要有人替我做很多繁琐且无效的工作。譬如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我只认识你一人，而且你还很会钓鱼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罪犯，只有我才能抓到。这个案子破案时间最长不会超过1周，也就是你的聘期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会问这种无意义的问题，而且会在明早8点赶到别墅去。罗金言，他喜欢画乌龟。
你昨天安万睡了？换发型了。做你的助手，当然要配合你的风格了。没有原来赏心悦目啊，最好换回来。看小助手，去把楼上的案件资料整理好，然后拿到外面车上等我。知道了。Andy， 开门。这位美丽的淑女是您爱人吗？她是我的新助理，简瑶。简瑶小姐您好，我是安迪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根据您的身高来判断，您的体重偏低，建议您补充营养，合理膳食。你的话太多了。父子运动的玩意儿，跟她一样，婆婆妈妈的。很酷啊，就像小时候看的那个美国电视剧，叫什么来着？对，就这个。Andy。你的意思是，罪犯只是一个人，而且是本地人。可是警方一直怀疑是人贩团伙作案。7起案件，受害者类似，作案手法类似，时间间隔有序，水平极其稳定，从不失手，而且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，这可能是一个人。跟你的小男朋友汇报。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你会介意我汇报吗？我为什么要介意这种无聊的事情？您好，请问您是傅明义的母亲吗？是我。我们在调查他的失踪案，带我去他房间。
警局调查报告上提到的差不多。傅明义当日清晨离家，大约8点多钟到达同市。他今年15岁，刚上初3，去同市是为了到姑姑家住半个月，参加补习班。可是过了几个小时，姑姑还是没有见到他，就打电话回到家里，才知道他失踪了。你有什么发现吗？你的脑子不是摆设，所有跟傅明义有关的信息，我都要。他去的地方的那些线索，一定藏在这个屋子里面。我有一些发现，但是可能没什么用。你说。傅明义的成绩中等，偶尔还会不及格，但是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，很爱玩游戏，所以他就经常在网吧、游戏厅逛着。傅明义那天去姑姑家，还给姑姑带了一篮子鸡蛋。天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看院子里有养鸡棚，心想如果让孩子去姑姑家借住半个月，一定会带一些见面礼。我就问了他妈妈，果然他那天带了，而且以前也经常会给姑姑带鸡蛋。不过这应该也没什么用，其他就没有什么发现了。你怎么会想到的？给姑姑带鸡蛋，你真是个天才。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啊。傅子玉啊，说你知书达理，会跟我互补。看来他真的蒙中了。这个就是他失踪的地点，你看。为什么呀？他手里拿着鸡蛋，去哪都不方便。他会带着一篮鸡蛋去网吧玩吗？你见过这样的男孩吗？他喜欢打游戏，但是又没有足够的钱。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他姑姑家？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当天偷偷的把鸡蛋给卖掉了。他经常给他姑姑送鸡蛋，所以1次2次并不会被发现。而网吧又在农贸市场附近，距离他姑姑家也不远。可是我们知道了失踪地点。为什么罪犯是住在第一个失踪者失踪的附近？为什么他的年龄是25到30岁之间？你不是看过白板了吗？原因都在那上面。告诉警察，马上搜索农贸市场东边的那个树林。有发现之后，立刻给我电话。发现什么？你已经想到了。是说这些孩子都被杀了？就算只有一个人作案，也可能是人贩子。
为什么就是连环杀手呢？因为我了解他们。亲爱的助手小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犯人，人贩子，多么不入流的东西。连环杀手才是我的菜。给你1分钟时间，惊讶够了，就继续做你助手该做的事情吧。他怎么就能确定呢？为什么？从哪得出的结论？你等一下，他们想知道原因。回去之后做简报，让他们先找尸体。这事儿太大了，大家伙都等着呢。局长刚刚也来了，你让薄教授先跟我们说说。你能不能在电话里做简报？我上一次做简报是在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央报告厅，现在你让我在108国道雾林乡码头村的收费站做简报。那又怎样？你说的对，站在哪里都会振聋发聩。是这样的，薄教授现在正在准备简报内容，还有一些证据需要补充，现在没有空，等我们到了同时，第一时间跟你们解释，到时候简报的内容也会更完善。处处都是骗子。闭嘴。嘴角下抿，脸颊向下倾斜，上眼皮往下垂。为什么我刚刚看到典型的痛苦表情，隐藏在你的平静里？看来我上次的判断还是有偏差。你心中那点小忧郁、小悲伤，看来还是跟你的父亲有关。错，我刚才之所以感觉到痛苦啊，是因为你马上要给刑警队做简报了。助理小姐，你是吃错药了吗？正是因为我真的身为你的助理，所以我想真心的劝告你，里面那些人都是敬业爱岗的刑警。你等我给他们做简报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讽刺他们？就算有问题，你也耐心一点解答，行吗？你是从哪一根跳线的神经脑补出那么奇怪的观点？我脑补啊，你之前对我对别人，你想好吗？你说话分分钟气死人。我讽刺人，从来都是因为智商上的差距，而不是仰仗专业优势。刑警跟我的工作性质根本不同，我又为什么会讽刺他们不懂犯罪心理呢？你们需要找的嫌犯，他有点小聪明，也算是细心。对于受害者，他也有一定的偏好。他并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带走受害者，他的沟通能力很强，他会和受害者有一段时间的沟通，请他吃饭，介绍工作，然后再把他带到一个他安排好的地方。他是独生，他在农贸市场附近租了房子，也可能是他父母亲留下的房子。他的家里
就是他的作案地点。此人的活动范围很小，不会超过地图所标示的区域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图中所标示的，就是嫌犯活动舒适区。在这个区域范围里，根据我刚才所说的，重新的调查和收集受害者相关的信息，一定会有收获。等找到受害者的尸体之后，我会给出最完整的嫌犯画像。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。他为什么会住在农贸市场附近，也就是第一个失踪者失踪地点附近？他的确是比普通人聪明大胆，但也不过如此。以他有限的资历，第一次作案，他绝对不会选择在一个离家数公里的地方，而且他并没有把握去说服一个少年跟他去到这么远的地方。您确定那些孩子被谋杀了？失踪超过2周以上的人，被害的可能性超过90%以上。那薄教授，为什么要找到尸体以后就能给出完整的画像？因为他所有的内心诉求，最终都会反映在尸体上面。是啊，全警局只有你一个人受训过从美国传回来的洋玩意儿，到底靠不靠谱？这嫌疑犯长什么样，这可不是胡乱猜的。不是猜，薄教授应该是有推断依据的。举个例子，15、16岁的男孩体格差距都很大，发育的好，能冲到1.7米多，而现在所有的受害者，身高都在1.6米以下，最高的也才1.58米。这也就说明疑犯本身的体格不会太健壮，所以在寻找受害者时，他没有信心，只敢选择比较瘦弱的。你这么说倒有点道理。继续。我现在虽然还不能反推出薄教授的理论依据，但我相信他的侧写不会有错。队长、副队，有新发现。按照队长的安排，2组在重新走访交子街一带的时候，有一个水果店的老板娘认出了3号受害者。她说，她记得曾经跟一个符合画像描述的男人一起走进了店里，买了一些水果。什么时候？老板娘说她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11月5号，她的结婚纪念日。因为她着急回家，是她的最后一单生意，可对方不停地在挑来挑去，挑来挑去，弄得她很烦躁。11月5号。也就是说，3号受害者在11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与嫌犯接触了，而真正报案失踪的时间却是12月5号，这时间差得也太远了吧？告诉我，你想要宣泄些什么？谁是你的第一个？是什么激发你的开始？而你又将变成什么样子？我说大哥，你有什么新的发现，直接跟他说不行吗？干嘛非要找我？你是薄教授的助理，他说了，警方跟他的所有联系都必须通过你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打电话呀。快点儿！喂，薄教授，警方说他有一些新的发现，想要跟你。怎么了？啊？他说叫我们过去。去他家？那是叫你一个人过去，还是叫我们一块儿过去啊？他就说了3个字儿：“过来吧。”然后就挂了。那快去！哎，别急嘛。
见你的，你有什么新的情况，就直接说吧。你别看他好像在发呆，你说什么他都听得见。是这样的，根据你提供的调查范围和嫌犯画像，我们做了更深入的排查，发现有几名受害者，他们真正的失踪时间你都已经发现了。发现了，发现什么了？在农村乡下，15、16岁的男孩，基本上就被视为成年人，所以他们所受到的照看还有监护，不可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。的确是这样的，有的孩子真正的失踪时间与报案失踪时间存在着较大的误差。我已经把他们的失踪时间重新做了推断，你确认一下新的信息吧。我明白了，其实3号真正的失踪时间是早于2号的，所以他们俩的位置应该互换一下。罗教授，除了失踪时间，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可能相关的信息。你真的相信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？这种只存在于美剧里的案件，怎么会突然降临到我们这里？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相信，可是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，越来越印证了薄教授的判断。我还是不明白。你是他助理，他没跟你说过？他的结论就是凭空，啪的一下就冒出来，他从来都不会解释他的结论从何而来，依据是什么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拐卖的对象以女性和10岁以下幼童为主，可是这批失联的失踪者全部都是男性青少年，这不符合拐卖案的典型特征。罗教授，我已经圈出了3个最有可能的埋尸点，你带你的人过去，立刻开始搜寻尸体。我这就去。那我们现在干什么？我累了，需要睡一会儿。今天还有工作吗？没有了。我们不需要协助警方搜寻尸体嫌犯吗？那是警察的事情，我只负责分析。那我先回家，明天我再过来。不行。你现在的时间全部都是属于我的。我先回家，有什么事情我随叫随到。不行。如果半夜需要看尸体的话，难道还有花时间开车去接你吗？如果能够第一时间抓到罪犯，也许就能阻止他杀害下一个人。
那我睡哪里？一般情况下不都是把床让给女士吗？你应该少看一点那种小说。